大家好，我是大蜡烛。在前几天国内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引发热议后，官方开始大力倡导地摊经济，并反复强调有一种把地摊摆好是国民生活重中之重的感觉。我也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这期我们就来聊一下几年前就实现了地摊经济互联网加的拼多多。读懂了多多，我们就读懂了中国，去理解它面对的用户的真实生活。2020年的疫情成为了推动全人类供给侧大变革的重要推手。我相信在未来，今年的各个中概股一季度的财报都可以成为极其珍贵的商业史料，其中最亮眼夸张的就是拼多多，3个月涨了40%新用户。2年前大家都认为阿里才是电商之王，拼夕夕不登大雅之堂，没有人为他鼓掌，只能自我欣赏。等3年后拼爹爹成名在望，才明白这家公司才懂人性的寻常。如今拼多多的后浪让阿里开始彷徨，究竟是谁栽了树，谁成了梁？在很多 VC 或者二级市场的分析师眼里，拼多多已经稳坐国内电商2号位的交椅，而且会继续持续收割奇迹，总用户数也很可能在1年内跟阿里持平，甚至超越阿里。为什么这么说呢？疫情间的第一季度，这家互联网公司完成了40%的新用户增速，是淘宝的近3倍。如今已经有6亿多人都在用拼多多，目前的总用户数只跟淘宝差1/7。而这几个月，拼多多的成交总额增速也是天猫的3倍，只能用亮瞎了来形容这数据。更恐怖的是，这家公司到现在诞生还不到5年。要知道，无论是阿里或者京东，都用了20年的时间才达到这种规模。这家公司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是，他们的股价和复购率与被黑程度成反比。这6亿用户里，估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黑过多多，并且在小半年内粉转路，然后在烧钱补贴大战后路转粉真香。毕竟论 iPhone 的价格，估计只有美国苹果线下店比多多便宜了，还要啥自行车呢？到目前为止，你在拼多多上买过东西了吗？你这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一回多多呢？上面的各种增量数据也是符合我个人经验的。我微信里当然有几百个电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负责人，今年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聊阿里明显变少了，很多人都在新的平台找机会，而这家有着众多90后中高管的电商新贵，未来几年内也一定会继续让人陶醉，为互联网行业带来新的沉浮兴衰，创造无数的岗位。甚至这家根植上海的公司会引领新的城市格局，因为大家也知道，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上海的互联网公司都不太行，但现在大家也可以说连卫星都发了，你还想咋给力？那本期视频我就会首先分析一下拼多多能后发制人的原因，最后也会讲一下各行各业应该如何具备拼多多思维，为经济制造新的增长点，如何为这个折叠的世界提供一些新的交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也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很多人当时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也有人问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的，老人和孩子是否包括在其中呢？其实国家统计局统计这些数据也基本都是以户为单位去进行调查取样的。假设一个农村家庭有一对夫妻，2个孩子，4个老人，每个月只有小孩的父亲在外打工，每月获得5000元的收入，外加卖粮食的钱，那么可以认定这个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000。这在中国其实是极为常见和典型的。农村的留守儿童和没有退休金老人的养老一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政府重新在城市发展地摊经济。地摊经济一点也不 low， 无需缴纳税费和门店租金，保证商品价格低一些的地摊经济，是对无数低收入家庭者真正的关怀。小店与地摊是人间烟火，是中国未来的升级。为啥我说拼多多是实现了地摊经济的互联网加呢？咱们来拆解一下地摊的商业模式的一些关键点啊。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极低的选品，再一个流动摊位成本比固定摊位要低得多，流动摊位对人流量的选择更容易因地制宜，哪有流量去哪里。与实体店比，流动点位的流量可以每天迭代。另外，流动摊位要想卖得好啊，售卖场景有时甚至比产品本身还重要，甚至包含了人们的社交需求一句你是不是恶地方的竞争力不亚于高档生鲜到家。与 Shopping Mall 相比，地摊经济是去中心化的，这其实挺像拼多多商家在微信群四处找拼团人群流量的场景。万一接下来更多的摆摊的人选择从拼多多进货，再在线下卖出去，那真是新零售了。小地摊大产业，柳传志、刘强东都曾经是地摊高手，所以不要小瞧任何一个在你家小区门口练摊的大佬。马云最早也靠在义乌进货摆地摊来养翻译社，而且当时他的难度还更大些，因为白天摆是违反规定的所以下过的雨夏天傍晚他都会期待。唱歌的蝉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但为什么偏偏是在谷歌工作多年的黄峥最先做出了去中心化的社交电商模式呢？2006
2006年，谷歌搜索业务如日中天，已经开始将雅虎按在地上摩擦。这一年，黄峥离开了谷歌，阿里刚刚收购了雅虎中国的业务，并且接受了美国雅虎的10亿美金的投资，与雅虎团队推出了直通车模式。这确实导致了初期淘宝停留在门户思维上的时间比较长，以及靠竞价的商业模式比较严重。其实即便是今天，大家可以问问你们做电商的朋友，在阿里系搞电商，你要想销量高，大部分的钱都在直通车买竞价了，甚至竞价成本高过产品成本都很正常，也就有了曾经一个时间段，当店铺年销售额在5000万以上时，越往上越没利润的现象。回到刚说的去中心化的模式，早年在谷歌和雅虎搜索都比较初级时，雅虎应对竞价还处于人工对人工操作的时候，谷歌就已经靠系统干这事儿了。雅虎还在用专家编辑的时候，谷歌搜索已经高度去中心化了。所以在谷歌早期就加入的黄峥对平台有了极其深刻的理解，匹配才是平台价值的精髓。但如何靠匹配本身赚钱呢？这里始终存在一个悖论，百度也好，淘宝直通车也好，理论上只要在做匹配工作，平台好像只能靠竞价广告在当中赚钱，较难提供其他层面的价值，而广告投放者会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广告圈有句著名的话，我知道我的广告费有50%是浪费的，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这就容易陷入提供商品的人越想要曝光，越要投入更多的广告，浪费的成本也就越多。为了覆盖成本，商品价格照提价，外加投入更多广告的反复循环。但拼多多最早发现的价值是，其实如果你能为商家提供未来销售数量的确定性，那这个确定性也是可以值钱的。举个例子，有1001个人想跟一个服装厂订购一批特制的 T 恤衫，一起下了一个联名订单。假设这1001个人都有不错的信用记录，希望共同签一个一定购买的保证书，保证会一起买。假设他们想因此获得少量的折扣，厂家一般都能满足这个需求。或者我们再想一层，如果工厂把这个联名订单卖给别的工厂，理论上是不是也能卖出一些价格呢？而这一部分就是拼多多早期的价值点，本质上就像工厂用折扣向普通消费者购买了一个未来一定会买的保险。这些拼多多的底层思想其实是拼多多创始人和保险大佬巴菲特交流的一些感悟。这里也说一下，如果搞金融搞久了，大家都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感悟。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财富从穷人向富人转移最高效的方式就是保险。国外人均 GDP 高的国家，保险支出占家庭支出相当大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商业组织、大佬组织扒到尽头都和保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这样说大家就好理解了，只要你有你扛不了的风险，就只能找比你更有钱的人和组织来帮你扛这个风险。另外复利又具有合法性，所以保险和资本的复利游戏会永远维持少数有钱人的财富增速会越来越快。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所有投保人刚好都出了问题需要赔偿，保险公司不就破产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类比有人问何鸿燊，万一你赌场里的人都赢钱了怎么？这个我们不深讲了。你要想说保险是万物收割机也可以，当然这里并不是建议大家不买啊。所以拼多多的创始人就思考，如果资本永远是这个模式，那这个世界也挺糟糕的。到底存在不存在一种机制，能让富人也在低收入者人群这儿买一份保险，让富人让利更多呢？所以他想通了，保险应该被赋予新概念。未来保险新的本质应该是确定性。如果能够把大量人的购买意愿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标准化，让生产资料更多的富人做出让利，这其实会是一个让钱反向流动的保险。为什么有更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愿意这么做呢？因为在仓储成本、供应链成本上确实可以大幅度降低。当然拼多多后来又进化了一步，当统计出明显受欢迎的爆品后，也会直接参与到工厂的产品设计与供应链改造当中。比如后来的抽纸做到了销售价格不到1元一包。大家要是不接触工厂，可能想象不到，其实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举个例子，假设你要制作一个像上图这样略微有点质感的塑料盒包装，正常人的常识可能以为找一家工厂就完事儿了。其实像这样一个带标签的包装，至少要找10几家工厂来协同生产，最后快递全寄到一个地方重新组装。因为除非是一些巨头，正常的小一点的厂生产资质与生产范围很窄，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才会用到供应链这个词。如果起订量只有小几万盒，光是组装之前的快递费都很贵。那对于中国的农业，其实更需要这种小规模的确定性，因为多数农民种东西，尤其是水果，走的并不是国外大面积种植的模式，可能处在同一个乡村的一些果树，因为地形不一样，水果的成熟期都不一样，一个品类的水果要分好几个时间段卖。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近2年正在西部一些地区把大量山地和丘陵尽量推平当然改造地形这种工作肯定企业是做不了的，但拼多多也在农具和高效农
营业研发上做了挺多投入。所以这个思维让后来的拼多多进入了算法统计用户需求，靠着高额的拼团数量以及订单的确定性降低工厂成本，最后提高全平台的总销售额，增加拼多多品牌的知名度，然后获得更多活跃用户，拥有更精准的算法的正循环。这时不知道大家对拼团行为是否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有分析师团队将拼多多的模式做了这样的解释：用流通侧的半计划经济来推动实现供给侧的半市场经济。可能依旧有很多人觉得当初拼团砍价的行为很 low， 但很多五环内人群忽略的是，如果用五环内比较好用的时薪概念套在这些人身上，很多人的时薪本身也不到1元人民币，也就是他干农活1小时是挣不了1块钱的。特别是已经比较难从事农业生产的老人，他们确实找不到任何高效挣钱的方法。如果拼多多推出一个买房砍一刀省1万元的活动，估计五环内的朋友们砍得也很开心。所以我倒觉得模式本身不是问题，而且做电商用1、2、3、4线城市这种标准来粗暴的划分消费人群，也是很奇怪的事儿。一个2线城市孩子的妈妈可能会用1线城市的消费标准来给小孩买零食，用非洲5线城市的消费标准来给老公买衣服，这还挺普遍的。只要你还没完成几个小目标，无论在五环内还是在五环外，都需要一些省钱场景的。在视频的最后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的一切品牌的跨国公司或者大型本地公司几乎都完全忽略了世界上日均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的人群，但实际上全球有40亿这样的潜在消费者，可这个收入结构就决定了他们与品牌永远是隔绝的，与全球化的红利也是隔绝的。为了分析并解决这一现象，学者普拉哈拉德早在2004年就写了《金字塔底层的财富》这本书。当今的生产者选择忽略超低收入人群主要有2个原因：一，认为超低收入人群本身不可能有能力承担一瓶洗发水的价格；二，大型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确实不爱去这些偏远的地区开拓市场。但普拉哈拉德经过丰富的调研，在书中指出，其实这部分人群并不是全球经济的负担，而是有韧性、有创造力的人。需要企业能够优先考虑价格而不是成本利润，对商品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达到他们的承受范围。如果没有员工乐意去那里工作，可以通过互联网工具发展当地分销员的方式，让这些人的价值参与到其中。如果哪家企业可以做到，就可以重获上百倍的增长优势，全球经济也将迎来巨大机遇，出现新的贸易增长和繁荣。所以学术界还是挺牛逼的，04年就想出来这种方法。希望国内其他的电商平台能够降低生产消费中更多无效信息的成本，也希望拼多多本季度这份让全球投资者钱一亮的财报，能让所有创造价值的人都有新的思考。事实上，很多新的中国品牌已经在拼多多的理念上试探了，比如名创优品已经开遍了非洲，20元一盒的完美日记眼影在2年前就在彩妆上打败了欧莱雅和雅诗兰黛，后2家公司加起来都200多岁了。而中国无论是在互联网数据端的巨大优势，还是多年世界工厂的定位，都有能力集涓为流，轰然成市。中国这6亿低收入人群也只是在近5年刚刚跨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如果他们继续有机会参与其中，也一定会诞生更多具有拼多多理念的公司。个人经济的好转与改善会重塑当中每个个体，正如经济的繁荣可以改变一个民族，那时我们的经济体拥有的不仅仅是6亿双创造价值的手，更有6亿双发现美的眼睛，几千万个享受生活的家庭。